最近我深入研读了20多卷唐代典籍17万字的古文记录，全部围绕着一个传奇人物唐玄奘。在仔细钻研这些史料后，我发现了2个震撼人心的谜团。第一个谜团，玄奘用了17年时间，独自徒步行走3万公里，穿越了世界上最恶劣的环境，沙漠、雪山、密林，经历9死1生的考验。当他归来时，却坚信整个宇宙都是由意识构建的。他究竟在旅途中遭遇了什么？第二个谜团，玄奘在史书中明确记载，当他走出甘肃玉门关，踏入罗布泊区域后，遭遇了许多不洁之物，情形极其诡异。而在1980年，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同样在罗布泊神秘失踪，至今成为未解之谜。让我提前告诉大家，玄奘和彭加木在罗布泊遇到的绝对不是人类，非历史记录中的真实探险。今天的故事全部来源于玄奘亲手撰写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以及他的直传弟子慧力主编的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这些记录描述的玄奘西行取经之旅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探险，没有之一。世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探险家，比如12世纪的马可波罗、14世纪的伊本·巴图塔和郑和等，他们都是带着庞大的随行队伍或商团，乘坐大马或巨船进行全球旅行。只有玄奘，他是孤身一人偷渡边境。由于担心被官兵发现遣返，玄奘选择的都是无人区路线，一个人穿越沙漠、雪山、丛林，经历9死1生的磨难。最终他凭借超人的意志力抵达西天天竺。17年后，当玄奘返回长安时，他带回了650部经卷、7座超过1米高的金银佛像，以及150粒世尊释迦牟尼的舍利。这些珍宝全部用20匹大马驮运。他回国时的场面极其壮观，唐朝内外官员列队迎接，长安大道两旁10几万民众夹道欢迎，全城香花纷飞，钟声不绝。大唐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记录的都是真实事件，不是玄幻小说。但这2部著作中确实记载了许多玄奘遭遇的神秘事件，特别是在罗布泊戈壁沙漠中的经历。匪玄奘的身世背景，唐僧法号玄奘，出家前名叫陈一，出生于河南陈留。陈一的祖父陈康是著名学者，在北齐国子监担任博士，相当于大学教授。《西游记》中描述玄奘白净英俊，连女妖都想尝一口，而现实中他的父亲更加英俊。玄奘父亲身高8尺，按唐朝的尺度计算，8尺相当于2.4米的身高，非常高大。再加上他经常穿着宽松的衣服，腰间系着长腰带，走路时风度翩翩，仿佛仙人一般。玄奘的父亲陈慧，由于祖辈都是文人学者，见过大世面，早就看透了官场的黑暗，所以在隋朝末期天下大乱时，他带着家人隐居山中，专心研读经典。别人劝他出来做官，他坚决不肯。这其实是大智慧，在动荡的年代，隐居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陈慧共有4个孩子，玄奘是最小的。玄奘从小就极其聪明，熟读历代经典。别人叫他出去玩耍，他都不去，只在家中看书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玄奘5岁时，父母突然去世，他成了孤儿，于是被送到洛阳净土寺做小沙弥。玄奘一进寺庙，又开始钻研佛家经典，废寝忘食。所有佛经只要看一遍，就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，再看一遍就能全部背诵下来。震惊四座，那时他只有13岁。接着隋朝灭亡，天下大乱，各地军阀混战，白骨遍野，惨状超过了当年的董卓之乱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在那个混乱的时代，没有报纸和互联网，你怎么知道各种信息到底投靠谁才能在乱世中生存？当时玄奘就表现得特别厉害。他说，虽然这里是我们父母的故乡，但如此混乱，我们再死守下去都要完蛋。我看长安的堂弟李渊，天下都在归附，我们去投奔他，犹如投奔父母。于是大家听了，赶紧跟着玄奘跑到长安，从此安顿下来。所以玄奘和他父亲一样，能够看清天下大势，非常有灵性。之后玄奘成年，史书记载玄奘身高7尺，肤色红白，眉目清朗，端严若神。7尺在唐朝大约是2米左右，非常高大。可能正是因为这种高大健壮的体格，才能支撑玄奘徒步穿越沙漠戈壁、高山雪岭等极限环境。
如果是一个特别瘦弱的和尚，半路可能就倒下了。肺，西行的缘起。玄奘稳定下来后，开始深入研读佛教经典，但他越研究越发现，这些经书似乎存在逻辑问题。当时唐朝的经书，比如《金刚经》，有很多个版本，每个版本说的都不一样，甚至很多版本的经文都是自相矛盾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后来玄奘发现，当时的鸠摩罗什、竺法护这些天竺大师佛学造诣很高，但汉语水平有限，毕竟他们都是外国人，无法用汉语准确表达精妙的佛学思想，所以他们翻译的经文大部分都是凭感觉意义，不够准确。玄奘想，这样不行啊，不是真理，我必须亲自去天竺寻找真正的原版佛经。有一天，玄奘晚上做梦，突然梦见在远方的大海中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须弥山，须弥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玄奘站在海对岸，想爬上山去寻找佛祖，但大海波涛汹涌，没有任何船只。于是玄奘跳进大海，准备游过去。他游着游着发现体力不行，差点溺死。这时海中突然出现一朵莲花，把他拖起来送到须弥山脚。玄奘起身准备徒手攀岩，爬着爬着突然手一滑，掉下悬崖。在玄奘惊恐之际，突然有大风吹来，把他拖住，然后风把他安然无损地送到了山顶。到了山顶后，玄奘心想，怎么这么好运？于是欢天喜地地庆祝。这一下就把自己给乐醒了。玄奘醒来后说，这肯定是佛祖给我的预兆，我一定可以去西天取得真经。慈恩传写道，随即行矣，时年26也。做完梦，玄奘马上就出发。当时他只有26岁，按现在来讲，26岁就是大学毕业没几年，但玄奘当时的26岁，他已经是唐朝的佛学大师，俗称世门千里驹，移动的佛教图书馆。佛经中最隐秘的智慧，玄奘都能解释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当时在唐朝声誉满京城，王公贵族布施如山，但玄奘都分文不取，非常了不起。废，踏上西行之路。接着玄奘真的出发了。一开始还有一个僧人陪着他，从长安沿着丝绸之路到达现在的酒泉瓜州。当时瓜州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边境重镇。从长安到瓜州这段路程，玄奘还是在新手村里，非常轻松。玄奘一边旅行一边讲法，途中众人敬献珍宝，顶礼膜拜，布施金银，牲畜马匹不计其数，走了一路就成了千万富翁。但玄奘看这么多东西根本拿不动，于是取了一点必要的盘缠，剩余的都分给周围的寺庙。但等到玄奘到达瓜州时，突然长安的通缉令就来了，说有僧人玄奘欲入西域，各地严加捉拿。唐朝的大师失踪了，必须赶紧找回来，不能死在路上。瓜州当地的长官叫李昌，他拿着通缉令看玄奘，您是不是通缉令上的这位大师啊？玄奘说，是的，贫僧欲去西天取经，寻求佛法，请长官放行。李昌听了，大师志向高远，在下佩服，于是刷刷刷就把通缉令撕了，说法师速去。玄奘听了，这么好，一个人就连夜出发，徒步往玉门关跑。他只要出了玉门关，就是西域的开始，但他不知道玉门关将为他正式开启地狱难度，非神秘向导的出现。当时玄奘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想，这没有地图，不认路走丢了怎么办？佛祖保佑，希望可以派一个认路的人带贫僧顺利过关。他祈祷完，真的突然出现了一个胡人，叫石盘陀，非要给玄奘带路，说我可以带你去过五峰。玄奘一听他的名字就非常高兴。石盘陀是伊朗那边的方言，念作 Chach Vandak， 意思是神的仆人，名字非常巧合。玄奘听了他的名字大喜，一起走吧。走着走着，石盘陀又找了一个老头，这个老头牵了一匹瘦马，见到玄奘就问，你们是去哪里呀？玄奘说，贫僧要去西天取经。这个老头听了，赶紧警告玄奘，西路险恶，沙河阻远，鬼魅热风，过无达者，你若一个人去，请三思。老翁说了一句，沙河阻远，鬼魅热风，非常重要，但什么意思？玄奘也没问，就说自己不到天竺誓不东归，就是死在路上也不后悔。但后来玄奘就知道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了。然后这个老翁想把他的马卖给玄奘，
但玄奘看这马又老又瘦，心里好像不想买，觉得这匹马走2步就累死了。但玄奘突然想起，我好像最近又做了几个梦，这匹马好像和我梦里见的一模一样，觉得这匹马也肯定是佛祖派来的，于是高兴地买下了。后来这匹老马确实在关键时候救了玄奘一命，这个待会儿会讲到。接着玄奘和石盘陀继续前行，在距离玉门关10里路的地方开始露营。那天晚上，这个石盘陀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像在梦游，又好像贼心四起。在玄奘睡觉后，他开始拿着刀子在他身边晃悠，走几步又回去，回去了又走几步，好像中邪了一样。玄奘躺着，以为石盘陀拿着刀子想把自己捅了，于是吓得赶紧念观音菩萨法号。石盘陀听到玄奘念咒后，就把刀子放下，然后回去睡觉了。非常诡异的一个晚上。第二天石盘陀说，我们出关后全都是沙漠，没有水，如果去烽火台那边偷水的话，被发现我们都得死。然后他又拿出刀逼着玄奘说，我们回去自首吧。但玄奘死活不肯，最后这个石盘陀也没办法，就撂下一句话，倘若法师被抓，不要连累我。说完就走了，就剩玄奘一个人在沙漠里。于是玄奘牵着那匹又老又瘦的马，孤身出关，进入茫茫沙漠，匪进入罗布泊，死亡之海。我们看地图，玉门关外的这片沙漠可不是普通的沙漠，这是传说中的中国魔鬼三角洲，鬼魅热风之地罗布泊。罗布泊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称为大流沙，现在称为死亡之海。在玄奘年代，罗布泊就已经是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。法显传中记载，法显和尚曾经也走过罗布泊，当时他写道，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罗布泊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死人骨头作为路的标志。玄奘也记载，罗布泊里面有一种鬼风，一吹人兽就直接晕倒，而且在罗布泊中行走，时而会听到高亢的歌声，时而又能听到鬼哭狼嚎的声音，一刹那让人不分东南西北，晕头转向。难道罗布泊里真的有鬼？各种史料都记载过罗布泊，这里也真的死过很多人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科学家彭加木。1980年，他在罗布泊的考察站留下了一个纸条，上面写道，我往东去找水井，彭之后彭加木就消失在沙漠中。经过41天的搜寻，救援队找到了一具干尸。奇怪的是，这具干尸身上共有41处锐器损伤。根据这些伤口，有人猜测彭加木是被同伴用刀杀害。但这具干尸是不是彭加木，不知道，因为到现在也没有公布任何调查结果， DNA 测试报告也没有。另外最新的消息是在2023年，一支7人的越野车队进入罗布泊，2天后4人死亡。死去的人被找到时，全身都已经变黑碳化了，非常可怕。这里就不上视频和图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。更可怕的是，罗布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，再加上玄奘记载的鬼魅热风，可能这里真的不是人类应该来的地方。非罗布泊中的诡异遭遇，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玄奘在那里面遇到了什么。玄奘进入罗布泊沙漠后，就一个人牵着老马站在沙丘上，一眼望去黄沙茫茫，根本看不到应该走哪条路。只见黄沙之上有斑驳的黑点连成一条线，好似小路一样。玄奘准备顺着这条小路前进，但他走进小路一看，这小路上的斑点竟然全都是人类和动物的白骨，非常恐怖。但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，至少这条路是有人走过的，虽然都是白骨。于是玄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路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一阵大风吹过，玄奘抬头一看，发现在路的前方好像有几百人的军队在沙丘间行走，他们走一段停一段，然后又走走又停停，非常奇怪。玄奘定睛一看，发现这些军队好像是穿着褐色裘皮的，有骆驼大马，非常高大，看起来有点像人类。他们身上插着类似锦旗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不是翅膀。而且这些奇怪的生物前进时样子不断变化，意貌一致，疏忽千变，他们的外貌和身体都在不断变化。玄奘说他在远处看这些东西时非常清晰，但等到他们慢慢走近玄奘时，就好像隐身了一样，渐近而微，
看起来好像是可以隐身的外星人。玄奘一开始以为他们是沙漠中的马贼，但等到他们靠近时，玄奘才发现他们不是人类。这时候玄奘开始害怕了，吓得说妖鬼来了，转身就跑。但他一边跑，空中就传来声音说道：别怕，别怕。听到这个声音后，玄奘赶紧躲起来，心情慢慢平复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玄奘看没有事了，就继续往前走。非沙河中的恶鬼。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诡异了。玄奘起身后继续往前走，慢慢的看到前方有一处大河，有河流，有水，这个河流叫沙河。玄奘看这个地方虽然有河流，但非常奇怪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水里也没有任何水草，一片死寂。但玄奘非常渴，就往前走去喝水。当他走到河边时，突然发现沙河中爬出来很多诡异的生物，一下就把玄奘包围住了，围着玄奘转圈。至沙河间，诸逢恶鬼，奇状异类，绕人前后，虽念观音，不能令去。玄奘称这些从水中出来的生物为恶鬼，长得非常奇怪，围着旋转，一直这么转圈。玄奘吓得赶紧闭上眼念：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赶紧救我！念了好几遍后，一睁眼发现恶鬼还在围着他，不管用。于是玄奘赶紧换咒，换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玄奘这么一念，书中记载发生皆散，恶鬼一下就散去了。当时玄奘念的应该是梵语原版咒语，神的声音，这些恶鬼听得懂，所以一下就散了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恶鬼到底是什么？玄奘写的不是《西游记》，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。也许他在现实中遇到的这些生物，就是《西游记》沙河上的原型深沙大神。在玄奘念了一段经咒后，这些怪兽就逃到了水中，玄奘暂时脱离危险。但因为玄奘的慌乱，他所有的装备都掉入了沙河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剩一匹马。而且玄奘这时因为慌张，跑了一段路，也完全迷了路，往前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去，非常绝望。这时候玄奘开始祈祷说：佛祖啊，如果我去不了天竺，那我就朝着西边死去吧。然后就一边走一边念佛号，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天都黑了。恍惚之间，玄奘发现这夜里的沙漠路上怎么全都是鬼火，星星点点的，灿若繁星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在沙漠里飘，一大片一大片的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突然有巨大的风沙吹过，沙子就好像下雨一样，刷刷的往脸上喷。玄奘这时候看四顾茫然，人鸟俱绝，非常绝望。这时他已经5天没有喝水了，走都走不动了，就躺在沙漠中像死了一样，非神秘救援。但这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凉风吹过来，玄奘感到这风清爽的，就好像洗了澡一样。然后他就梦见有一个拿着大宝剑的神人出现，高好几十米，对着玄奘大喊：何不强行而更卧也？你在这里躺着干什么？赶紧起来走！玄奘听了，咔一下就醒了，仿佛身上充满能量一样。他牵着老马就往前狂奔，连走10里路。走着走着，这时老马突然转着头往另一个方向走。玄奘看马要走了，完蛋了，赶紧去追这匹老马。在恍惚中，玄奘发现自己怎么走入一片绿洲，绿洲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水塘，马就在那里喝水，水特别清澈。玄奘看了，立刻跑过去，趴下来大口大口的喝水，心想这绿洲一定是菩萨慈悲而生，还是老马师徒。老马找到了绿洲，真的救了玄奘一命。攒足精力，最后一口气走出了罗布泊，进入了西域的第一个国家屈之国，匪深沙大神的真相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有一个问题：玄奘在罗布泊里到底遇到了什么？都这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断变换形态，而且是从沙河中出现，纠缠玄奘？他们是妖怪还是外星人？根据东晋佛说《摩尼罗经》记载，若有国中鬼，一者名深沙，二者名浮丘。这里的国中鬼深沙，就是玄奘见到的罗布泊生物，也就是《西游记》中沙和尚的原型深沙大将。大家看，深沙大将左右手上都缠着蛇，深沙脖子上的9个骷髅，在《西游记》中记载他们都是唐僧的头颅。深沙曾经在过去的9世中，每世都在大沙河中遇到唐僧西天取经，但每次唐僧都会被沙和尚吃掉。这只是《西游记》的小说，但问题是《大唐西域记》和《慈恩传》并不是小说，
而是玄奘亲自的经历，那这个申沙就不是小说中的妖怪，而是真实的生物。他们是谁？非罗布泊的历史秘密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看完后你们的世界观可能就要破碎了。罗布泊在维吾尔语中念作 Lopnar， 意思是多水的湖。虽然现在罗布泊是一片荒漠，但在11000年前，这里曾是一个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——咸水湖。它是创世纪大洪水在新疆地区留下的一个内陆海。大家只要想一下，为什么现在罗布泊寸草不生？就是因为它的土壤里全部都是厚厚的盐，植物无法生长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记载，在汉代玉门关往西300里有蒲昌海，一名盐泽者也，广袤300里。公元前1世纪，罗布泊已经缩小成300里，叫做蒲昌海，和青海湖一样，水草丰盛，美丽如画。当时的罗布泊周围有很多国家，就是传说中的西域36国，其中包括传说中消失的楼兰、精绝、薛次等神秘古国。但经过气候变迁，罗布泊的水慢慢继续消失，而环绕罗布泊的古国也同时灭亡，其中灭亡最快的就是离水最近的国家，包括楼兰。楼兰古国在罗布泊的最东面，现在出土的楼兰古城中的织物花纹都印着2条蛇，还有无数龙的图案。这些图形是什么意思？在楼兰和罗布泊之间的区域，现在是新疆若羌县北部。这一片在罗布泊水退去后，形成了一片白色的盐碱山，远远望去仿佛是一条条白色的神龙一样。这里被称为白龙堆。白龙堆被称为罗布泊最美的地方之一，但我告诉大家，这里千万不能去，很危险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记载，丝绸之路的商队走到这里都要绕路，没有解释就写了5个字：避白龙之厄，白龙的厄运。马可·波罗经过这里时也写了，在他的游记中写道：沿途尽是沙山山谷，无石可觅，禽兽绝迹。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之时，因故落后。等到他们重新赶路时，常常会听到鬼魂的声音。这些声音会反复迷惑他们，让他们找不到方向，因此迷路丧命的人非常之多。废纪晓岚的新疆见闻。在清朝时，罗布泊蒸发已经缩减成10几里的小湖。当时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纪晓岚写了一本书，叫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乾隆时，纪晓岚被和珅告发，卷入当时的卢迁案，于是被乾隆发配乌鲁木齐，戍守边疆，成为当地的军事长官。新疆周围有很多烽火台，哨守的将领所有情况都要向纪晓岚汇报。当纪晓岚刚到新疆时，他就发现在月光皎洁无风的情况下，他住的地方也经常会有鬼哭的声音，而且越来越近。他当时以为是新官上任，当地的官兵将领都要故意捉弄他一下，全程都听到这个鬼声，一会儿在这儿响，一会儿在那儿响。这时就有官兵送来文牒军事情报，说最近沙漠里全沙漠都开始出现了鬼哭之声。于是纪晓岚感叹边疆不但生活艰苦，而且诡异的事情怎么这么多。于是他写了一首诗：百草嗖嗖皆冷云，关山疆界是谁分？幽魂来往随官牒，远鬼昌黎竟未闻。这里的昌黎指的是唐朝大诗人韩愈，他当时写了一篇研究鬼怪的文章，叫《远鬼》。纪晓岚的意思就是新疆这里的军事情报里带的都是鬼魂啊，这件事连研究鬼怪的韩愈他也没有听说过。纪晓岚之后把他在新疆收集的军事情报总结起来，就形成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匪提督金鳌的遭遇。在这件事过去后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又有官兵送来谍报，里面讲的就是楼兰古国白龙堆的诡异情况。当时纪晓岚的手下有一个提督叫金鳌，有一天晚上，金鳌在僻展的戈壁滩中赶路，僻展就是楼兰的意思。突然他发现沙丘上好像站着一个人，但好像这个人又不像是人，因为他是直立的，但是身高接近1丈3米左右，非常高大，可能是个怪物。这个怪物看到金鳌后立刻就往前冲，金鳌吓得骑着马，一边跑一边拔出弓箭，回头就来了一个回马箭，弓箭唰的一下就射入了怪物的胸中。这怪物嗷的一下直接就倒下了，倒地后他马上咔又起来了，继续追金鳌。提督金鳌立刻又唰一下又补了一箭，然后怪物中箭，长啸一声倒地不起，非常惊险。
提督金鳌看到这个怪物倒下后，就赶紧慢慢往前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结果他走近一看，竟然发现这个3米高的怪物竟然是一只大蝎虎。清朝大蝎虎的意思就是大蜥蜴，提督金鳌遇到的竟然是蜥蜴人。最后他感叹道：竟能人力而行，异哉！难道这罗布泊之中真的有直立行走的蜥蜴人？他们是谁？难道是上古龙族？非方贵的恐怖发现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继续写道：左传言深山大泽，时生龙蛇。深山老林，大片湿地水域，就是龙蛇生长的地方。当时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囚犯的儿子叫方贵，有一天方贵就在山里牧马，突然他发现一匹马一下子就跑了，消失不见了。方贵赶紧骑上马，沿着马的脚印去追，追了一段路，他就进入了一片山林。这时他突然听见山林的另外一侧传来了回响，非常凄厉的马叫之声。这时方贵就翻下马去，顺着声音的方向悄悄继续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他就悄然进入一片幽谷，躲在树林之后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这时他定睛一看，震惊了，见树物，似人似兽。他看到好多只像人一样的怪兽，它们全身上下长了像鳞片一样的皮肤，皮肤非常粗糙，斑驳的像古松树皮一样。它们的头发蓬乱，像插满了很多鸟的羽毛，眼睛突出，颜色纯白，就像嵌着2个鸡蛋一样。这些怪物一起按住了马，咔咔地生吞活剥马肉。方贵当时在新疆属于牧马猎人，他手里拿着清朝的火铳，于是爬上了树，对着这些怪物啪啪开枪了。当怪物听到一声巨响，唰的一下就窜入了丛林，一下就消失不见了。这时方贵等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没有声音了，就下了树，大胆地往前走。过去一看，他发现他的马全身已经被这些怪物啃掉了一半。在纪晓岚描述的文字里，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，就是发蓬蓬如羽宝。这些怪物的头发蓬起，好像插上了鸟的羽毛一样，像发光的羽宝一样。这个描写大家看了会想到什么？是不是就是印第安酋长的样子？他们的头饰都是蓬松的羽毛插起来，像羽宝一样。而印加神 Viracocha 也是这个样子，它的头型就是像羽宝。我以前讲过，这种既像鸟又像龙族的外星人，龙和凤，它们可能就是一种种族的2种不同形态，都是一类，类似蚂蚁或者蜜蜂，蜂后和工蜂。雄蜂它们长得都不一样，但都属于同一种种族。非龙族蜥蜴人的推测这些蜥蜴人他们是两栖类生物，可以生活在水里。当罗布泊水干涸后，他们就失去了食物来源，然后上岸攻击楼兰、精绝等古国，最后导致他们大片灭亡。难道这是科幻小说吗？大家再看看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是怎么写的。玄奘记载，在罗布泊北面有一个国家叫屈之国，就是传说中的龟兹古国。屈之这里的小孩在出生后就会把他们的头拉成长长的头颅，和印加人一样。屈之国这里有一个大湖，被称作大龙池，在里面传说中有龙。玄奘写道，屈之国记载，在这只龙上岸后就会变形，然后和当地的雌马交配，结果雌马就生出新的生物，叫做龙驹。这些龙驹非常凶猛，非常多恶，可能会咬人，非常难驾驭，但是跑得非常快。这些龙驹就是《西游记》中白龙马的原型。接着因为气候变迁，罗布泊开始缩小，导致屈之国里的淡水越来越少，于是城中的人们就去罗布泊的水岸中取水。玄奘记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些龙族又开始上岸，他们变成人的形状，然后和人类的妇女开始幽会，引诱人类女子同他们交合。之后这些女子回家就产下了龙人混血。玄奘写道，这些龙人混血非常凶猛，只有他们可以征服之前的混血龙驹。然后就这样，如是渐染，人皆龙种，势力作威，不攻亡命。玄奘意思是，屈之国就好像被逐渐感染一样，这里的人都变成龙的混血，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此地作威作福，不遵守国王的命令。这里信息量太大了，好像屈之国被僵尸病毒扩散一样，然后生出的龙族混血人连这里的国王都不放在眼里，直接沿着罗布泊海岸沿线把屈之、楼兰、精绝等古国全部杀戮一遍。屈之国国王吓得带领军队逃到北方草原，北方突厥。然后写道，
王乃引构突厥，杀此成人，少长巨鹿，略无匪类，城津荒芜，人烟断绝。屈之国国王没有办法，引来100万突厥大军，就像消灭僵尸一样，无论老幼年少，全部杀绝。直到现在，这些城池、曲支、楼兰、精绝等等，仍旧荒芜，人烟断绝。玄奘这写的不是游记，这是古代生化危机，非圣经中的类似记载。这让我想到圣经中的记载，就是神让犹太人对异国灭国式的杀戮，最后还要在烧毁的土地上撒上盐，让它万事寸草不生。很有可能这些以色列灭绝的，他们不是人类，而是这些龙族混血人。从这里我们再看罗布泊失踪的彭加木的故事就很有意思了。你们去搜一下，有很多资料。彭加木在消失之前只留下了一个字条，说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当救援队找到了一个干尸时，发现这个干尸上有40多个尖锐物产生的伤痕。现在也有 DNA 检测，但这个干尸是不是彭加木，官方一直没有任何结论。所以根据玄奘还有纪晓岚的记载，这里就有一个推论，这个干尸彭加木很可能是遇到了蜥蜴人。彭加木是在去取水的路途中遇害，而龙族藏在罗布泊中某个地下的水池之中。大家再细思极恐地想一下，屈之国人他们是在什么地点、什么时候遇到的龙族？就是他们去罗布泊取水的时候遇到的。所以我再次警告大家，千万不要去罗布泊。非玄奘的其他神奇发现，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还记载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，比如他看到了很多佛祖的舍利，而且他还看到了佛祖眼睛的舍利，就像苹果一样大，会发光的大珠子，这么大一个，而且还有长达15厘米的牙齿舍利，这个不是释迦牟尼的，是初阶独觉菩萨的牙齿，一个15厘米这么大一个，这个可能是创世纪最初的人类。还有很多故事，我以后给大家讲。非意志力与信仰的力量。所以从玄奘的经历来看，他可以渡过罗布泊的大流沙，翻越雪山进入天竺，靠的还是他无比的意志力。这个意志力来自于他坚定的信仰，然后他把他的体验最后形成了一个佛教宗派，叫做唯识宗。玄奘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意识构成的，只要你能进入至高的意识状态阿赖耶识，你就可以改变自己，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，取得真经。什么蜥蜴人的都不怕，非给现代人的启示。所以如果现在看我影片的某位朋友，如果你正在你人生路上的罗布泊，不要担心，请和玄奘一样，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渡过难关，坚持祈祷，坚持下去，你一定也可以取得人生的真经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，甚至是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，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，就像玄奘在罗布泊中面对那些神秘生物时一样，最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绿洲，获得心灵的甘露。人生的修行之路从来不平坦，但正是这些磨难锻造了我们的意志，升华了我们的境界。玄奘用17年的时间，不仅带回了珍贵的经典，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。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迷雾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在自己罗布泊中的求法者。当我们以纯净的心灵和坚定的信念面对未知时，任何看似可怕的幻象都会在真理的光芒下消散。好了，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，请一定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别忘记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随时接受召唤。我们下期再见。